打马第一支打入奥运会的女双组合，曾经的女双世界第一。该当教练后，在2016年率领孙颖组合收获打马第一枚混双银牌，也是当年的全国最佳女教练。她就是陈怡辉。兜兜转转之后，成为了打马双打自由人军团的教练，带领各支自由人双打继续在羽坛中冲锋陷阵。1982年6月18日出生的陈怡辉，在13岁那年，因为在全国锦标赛的优异表现，最终被录取到国家青年队里。然而，由于年纪还小，却第一次离开家里，陈怡辉每天在训练完毕之后都回到房间里哭泣。无奈之下，在加入到青年队3个月之后，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这个机会，最终回到了家乡，并打算从此放弃羽毛球。然而，正是父亲的再次鼓励，陈怡辉选择回到赛场上，重新拾起了自己对羽毛球的热爱。凭借着优秀的表现，在17岁那年，陈怡辉再次成功地加入到国家青年队里。也就是在这里，他遇到了跟他同舟共济的搭档黄佩蒂。比陈怡辉大1岁的黄佩蒂，曾经师从中国名宿韩坚，在18岁时加入到国家队里。在单打项目中打不出成绩之后，当时20岁的他决定转换跑道，改打女双。时间快转到2002年，当时分别为21岁的黄佩蒂及20岁的陈怡辉，本来有着各自的搭档，最终在时任女双教练谢顺吉的配对下，他们走到了一起，从此开启了马来西亚女双的一个新的篇章。而黄佩蒂和陈怡辉首次参赛，并成功在2002年的曼彻斯特公运会拿下铜牌，之后又成功在2003年的冬运会拿下金牌。而在2004年，两人成功打入亚锦赛4强，并最终成功成为了大马第一支打入奥运会的女双组合，突破历史。很可惜，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，两人在16强就被中国组合淘汰出局，也为他们的首次奥运之旅画上句点。不过，这次的奥运之旅也让两人大开眼界，为他们下一届的奥运会打好了基础。之后几年的比赛中，他们的成绩时好时坏，虽然最终成功再次打入2008年的奥运会，但是那一届的奥运，他们再次倒在了16强，无缘突破之前的成绩。但是他们清楚地了解到，自身的实力已经与世界列强更接近了。正是这股信心，让他们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迎来了大爆发。两人先在奥运之后的日本公开赛中一路过关斩将，成功杀入决赛，但很可惜败给了陈淑及赵云磊，只能屈居亚军。然而过不了多久，两人就成功收获了丹麦公开赛的女双冠军，突破了他们在超级赛的冠军荒。之后他们继续保持状态，陆陆续续收获了法国赛亚军、中国赛亚军、香港赛4强，最终在年终总决赛上收获了他们的第一个超级系列赛总决赛冠军。凭借着这波强势的表现，两人在2009年1月15日正式登上女双世界第一的宝座。虽然之后的势头有稍微下降，但是两人还是成功收获了印尼公开赛冠军、大马黄金大奖赛亚军，在香港和中国赛晋级4强，并最终成功卫冕2009年的年终总决赛。两人的排名也长期排在了世界前10的位置。陈怡辉不仅在女双打得好，也在混双项目中成功与古建杰组成搭档拿下冠军，是一个全面的选手。相信也是这段经历让他能够在之后执教混双更有把握。不过很可惜，由于之后的表现下滑，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，两人的世界排名只能排到了替补席的第1位，因此错失了第3次参加奥运会的资格。而在同一年，两人相继做出了退役的决定，并很快失去了教鞭。陈怡辉在于总的安排下担任培训教练，兼任教练和球员的职位，并在2013年起转为正式的女双教练，在2015年正式转为混双主教练。正是之前参加奥运会和其他大赛的经历，让陈怡辉能够为成为教练做好准备，他也能够更了解球员们的高潮和低谷，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，同时给出很好的建议。而从球员转变成教练的过程中，他也是慢慢的习惯并最终喜欢上这份工作。他虽然不再是球员，但他也是很喜欢作为教练所带来的挑战。大马混双在他的带领下，最大的成就要数2016年的里约奥运了。在那一年大家都不看好的情况下，陈怡辉及吴柳莹通过努力的训练及适时的爆发，一路战胜强敌，最终杀入决赛。虽然没能收获冠军，但是陈怡辉的执教功力还是可见不凡。而陈怡辉在之后的访谈中也表示，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，其实有一群在背后默默支持的团队，他们才能够取得现在的成就。而陈炳顺就曾经说过，如果不是陈怡辉，我不可能晋级奥运会的决赛。而陈怡辉也凭借着这个亚军，荣获了2016年大马最佳女教练的殊荣。在男教练当道的羽毛球队中，陈怡辉展现了巾帼不让须眉的执教功力。
而在他担任混双教练的时候，除了这枚奥运银牌，他也带出了陈赖及情侣组合，让大马一度拥有3支非常可靠的混双。现在这2支组合都长期位列世界前20，可见当时为他们打下的基础也是非常深厚的。不过，建立了丰功伟绩的陈怡慧，突然在2020年5月被印尼的保卢斯取代了混双主教练的位置，并被调回女双，出任陈崇明的副手。而在12月7日，大马羽总放出声明，宣布将不再与陈怡慧、黄佩蒂及罗斯曼续约，正式结束主副关系。这个消息一放出来，就震惊了许多的选手及球迷们。而陈怡慧在之后的访谈中也表示，当时羽总只是给了他一封信就让他走了。虽然在5月份时自己就有想过离开，但是后来因为疫情原因，所以留下来了。他完全没有料到这么突然的就被扫地出门。待在大马羽总21年的陈怡慧也很快就接受了现实，并表示自己虽然伤心，但是没有遗憾，他已经尽自己所能。他也认为这是一名教练的必经之路，并相信是时候到外面闯一闯，学习一下不同的东西了。不过出色的人终究是有机会的。才离开教练职位不到1个月的陈怡慧，很快就接收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邀约，但是最终他选择了与顺英组合再续前缘，成为了他们的教练，同时获得了李宁的赞助。而同时间，他也必须带领星宇组合及当时还未拆伙的双卫组合。对于首次执教男双组合，陈怡慧承认挑战很大，但他准备好证明自己的能力了。而在他的带领下，星宇组合进步神速，在2021年多次打出表现。在今年，陈怡慧与李宁再续约2年，接下来将带领球员们全力冲刺今年的赛事。其实很多赛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陈怡慧多次坐到了自由人身后的教练位置上，为自由人们在比赛时出谋划策。其中那天他作为陈赖组合的教练，带领他们拿下韩国赛的冠军。而陈怡慧曾经表示，自己作为教练最大的成就其实不只是来自成绩，还有球员们对他的信任。他也明确的跟自己的队员们表示，场外大家可以是朋友，可以分享意见及想法，但进到场上，大家还是要拿出最好的训练态度。或许正是这种亦师亦友的执教风格，让陈怡慧能够带出一支又一支大家认为没有希望了的双打组合。那也希望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陈怡慧能够继续支持及带领这批自由人双打组合，成为他们最坚强的后盾。谢谢大家收看。